超冰的。每次踏上阳明山，总像打开一盒惊喜包，总能带回一些美好回忆。这次自然也不例外。我们造访了草山关布吊桥，一路上仿佛参加一场大自然的嘉年华。蓝雀一家在散步，凤蝶在我们面前优雅走秀，蜻蜓像直升机般巡逻，连鱼虾都凑热闹在溪里开派对呢。它会吃一种草，然后它会让它自己的肠胃舒服。它们自己天生就那种本能。我掉下去啊！到底。好时光平台。完工不久的草山关布吊桥，最近可说是人气爆棚。这里不只能泡脚戏水，还能挑战走上吊桥，验收一下自己的胆量指数有多高。Are you afraid? No, ready, ready.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条桥，这条桥是灵隐桥。那我们现在要走往草山关布吊桥。那 Carol 和 Ethan 小星星已经过去了那我现在赶快追过去咯。趁着小星星期末考一结束，我们也像被放飞的风筝，立刻说走就走。简单打包了点餐点和水果，我们就这样轻装出发，一路往阳明山直奔山林的怀抱。草山关布吊桥在4月中华丽转身，整修完成，横跨黄溪，全长21公尺，稳稳地悬挂在猴港古道上。临近湖山路，这里不但有公车站，还能路边停车。从灵隐桥步行过来大约10分钟，是个不费力，但是却超疗愈的好去处。这样漂亮。小星星小时候可说是巨高一族，更别说是走吊桥。这回他居然主动鼓起勇气踏上吊桥，让我们又惊又喜。果然不忘我们一路以来上山下海带着飞，勇气这件事情真的可以一点一滴慢慢养成。Good job, good job, well done. Yeah,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. Daddy 好好玩哦。Ethan, are you afraid, Ethan? Are you afraid? No, ready, ready. Okay. 黄溪的源头来自阳明山的小油坑，上游其实叫做阳明溪，一路绕经竹屎湖风光明媚的山间风情。到了北投之后，才改名为黄溪，最终流入基隆河，结束它弯弯曲曲、风景绝佳的旅程。可以说，这条溪就像在山城里上演一场换名字的公路电影，一路改名，一路精彩。夏天就是要往山上冲。尤其是有溪流的地方，根本像开了隐藏版的天然冷气。其实我们一年不知道冲几次阳明山，
春天赏海芋，初夏追绣球花，天气一热就往溪边报到，戏水消暑，顺便享受在地美食。冬天来临时，则改走古道，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文气息。阳明山对我们来说是四季好吃又好玩的后花园呢。小虾，好小哦。对啊，好小只哦，一个虎斑鱼哦，还是什么？就是有斑纹的那一种。小鱼没有，虎斑鱼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小只。一条一条黑色纹路的，黑白相间的。黑白相间的。会吃一种草，然后它会让它自己的肠胃舒服。它们自己天生就那种本能，会吃一种草。我在吃草。你看狗狗吃什么，弟弟？What is he eating? Ethan, hey, be careful. 生what she eating？ 哎，会掉下去啊，洛里！越吃越下去。真的会掉下去，洛里！你看得出来她是女生的脸欸？有。看得出来啊。她的脸比较秀气。比较秀气。小娃娃对啊。臭虫。好像豆浆味。臭臭的啦，豆浆味。好时光平台。有人说，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。我认为，向大自然学习的孩子也是一样。荒野保护协会荣誉理事长李伟文曾说：“如果能从自然中去培养孩子丰富的感受性，当沃土里有种子撒下，自然就能开花结果。”这句话点出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孩子亲近自然，他们的心灵也会被悄悄滋养。让孩子走进自然，内在会慢慢长出温柔、同理与韧性。他们会在山林溪水间学会耐心，在花草树木下学会珍惜，在虫鸣鸟叫中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。大自然不说教，却是孩子最温柔，也是最有力量的导师。这次造访草山关埔吊桥，我们看见小星星勇敢克服巨高，踏上吊桥。可爱小狗洛里专注地寻找草药自我疗愈，蓝雀一家也刚好出来散步等等。正如美国环保先驱 John Muir 所说 ：“In every walk with nature, one receives far more than he sees。”每一次与自然的同行，我们所获得的远超过我们所寻求的。我们这次用行动来验证、体会这句话了。